魏无羡喝了一口白水，觉得刚才青花椒的味道似乎完全消失在味蕾上了。完美这个词多奢侈，万事都有意外，好比年级第一的他居然无端被作废了一门成绩，好比去替大作交换生的他没想到蓝忘机根本没有在替大读研，更好比刚刚似乎一切刚刚好，又被一根刺生生破坏掉的夜晚。如果能够回旋，起码他可以复读1年重新拿状元，或者他再厚脸皮一点，去想办法找个人问一下蓝忘机的近况，可能8年后也不会有这根刺。魏无羡沉默了一下，把茶杯里的白水喝空了，温情的目光似乎还落在镜子里的口红上。魏无羡勾了勾嘴角，伸了个懒腰，本就天生笑脸又恢复了原状。他懒洋洋地说：“温部长，你把刚才我说的那个事做个规划书，算一下项目收益率，比照一下去跟他人租赁的成本差。明天一早跟江澄和聂怀桑汇报一下。”顿了顿，他又说：“明天下午开个股东电话会议吧，叫罗清扬通知。”魏无羡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迈开长腿，快走了几步到了门边，笑着说：“温部长有劳了，我明天晚点到。晚安了。”温情毫不吝惜地把镜子瞥了过去，被魏无羡一个反手接到，他假装讨饶道：“晴姐晴姐，这个限量版镜子我可赔不起。”温情走过来抢过自己的镜子，使劲推了一下魏无羡的肩膀，眉头紧皱地说：“魏无羡，你知道现在几点不？你还真是资本家，老娘我现在就叫整个人部门来加班做规划书，包您满意，快滚！”回去的路似乎比来的路长了一些，待到蓝忘机家楼下的时候，魏无羡手里还拿着那个咬了一口的汉堡，他思考了1秒，塞到了大门边的垃圾桶里，用手指熟练地打开门，暖黄的廊灯还亮着，扑面而来熟悉的檀香味居然让他觉得无论何时他都应该回到这里。白色大理石地面上的红酒渍已经不见了，玄关一如往常的整洁。魏无羡觉得有点口渴，刚刚在温情处喝的那一小杯白水似乎没有起到任何解渴的作用。他穿上拖鞋去餐厅寻水，洁白的台面上摆着一杯粉红色的液体。魏无羡迟疑地拿起那杯液体，底部沉落着稍深的西瓜碎渣，杯体的温度很低，把刚刚一路走来手心的汗吸了个透彻。他仰头喝了一口，味道有点甜，虽然没有冰，但也恰到好处，充分滋润了喉咙。魏无羡喝光了西瓜汁，餐厅的落地窗已经被发白的朝霞晃出几分清晨的透亮。他脱掉了外套，穿过长长的走廊，轻轻推开客卧的门，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。客卧厚厚深色的遮光帘只盖了一半的窗户，蓝忘机背对着他，坐在床上看着窗外，听到声响，转过头，他好看的面孔在红色朝霞映衬下宛如暖玉。魏无羡轻笑了一声，坐到他身边，拉起蓝忘机的手，说：“刚才你喝醉了，我正好公司有点事，回去了一趟，还以为你已经睡了。”空气中未能消散的淡淡果香还飘着，尽管蓝忘机已经脱掉那件洒了红酒的外装，但那杯溢出的酒似乎在无形中浇灌了整晚的气氛，让清醒的人也被迫溺死在酒精中。魏婴，蓝忘机被魏无羡捉住了手，本能的想抽开，但看到那人望着水的眼，最终只动了动嘴唇，叫了他的名字。魏无羡闭了一下眼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轻声说：“蓝湛，你酒醒了吧？”不同于刚刚的办公室，蓝忘机房间里中央空调的风声是让人觉察不出的轻柔，但此刻却放大了100倍，在凌晨微微泛白的晨光里，刺激着身体的每一个毛孔。蓝忘机动了动嘴唇，但却未发一声，微微点了点头。他的一只手被人捉着，血液的搏动通过心脏传递到每一个角落。魏无羡微微歪了一下头，注视着蓝忘机那双浅色眼眸，故作轻松地笑了一下：“蓝湛，不管你记不记得，刚才我是真心想跟你上床的。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是离开你之后才发现的，不是一时兴起，是……”魏无羡吸了吸鼻子，看着眼前人，继续说：“我那时候还小，凡事都想尽善尽美。不过这一次我不想错过了，不完美也没关系。我想问你，你喜欢我吗？”蓝忘机的视线一直未离开过他，认认真真的听完这些话，也认认真真的回答了他：“魏婴，我喜欢你。”顿了一下，他继续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很久以前，
就喜欢，以后也不会变。这话似乎是他能做出的最大承诺了。他说完以后，把手从魏无羡的手中抽了出来，又反手轻轻拿了起来，放在唇边亲吻了一下，问道：魏婴，我可以做你的男朋友吗？魏无羡整晚忐忑的心好像终于落了地，他欢喜地环上了蓝忘机的脖颈，在他的脸上胡乱啄着，当然可以呀。这欢愉的回答还带着一点西瓜冰沙的清爽。删那个剪。魏无羡在蓝忘机的房子里住下了。楼上的邻居过了几个月回来了，魏无羡不但没有收赔偿金，还送了邻居一张自己公司的终身免费卡。罗清扬还是觉得自己的老板买不好衣服，衬衫总是在西服的袖口外长出额外的尺寸。